麻烦能退后一下啊，配合一下好吗？麻烦往后退一点啊！哪知道那么吓人呢？你说这大白天的能看到人在飘在上面？情况怎么样？真可怜，孩子挺小的。家属都来了，已经到了。小清华，你认识他？他是我在医院做义工的时候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我还记得3年前，他刚刚做完脑瘤手术醒来。甜吗？是不是很甜？安然，这个案子你可以选择回避。不，我想亲自参与尸检。除手术创口外，颅骨未见明显损伤，球睑结合膜可见出血点，口腔黏膜未见损伤，颈部皮肤未见损伤出血，指甲呈紫青色，窒息特征明显，可以排除外力带来的机械性窒息死亡。口鼻腔见蕈状泡沫，指尖有水草样物，是典型的死前溺死症状。死者手中的水草与江边的形态一致。死者是附近老船厂看守的儿子吴清华。吴清华和他父母平时就住在船厂里，有时候去河对岸买东西，钓钓鱼。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水性应该很好，怎么可能会溺水啊？这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你好，我们可以去小清华住的地方看一下吗？我想留这儿陪着儿子。小清华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抱歉啊，打扰了。没关系，孩子都没了，打不打扰还有什么用啊？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和孩子不见的？早上起来尿急，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我以为他去厕所了呢，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回来，然后我们就沿着江边找，也没找到。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的尸体的？太阳快升起来那会儿吧，我们找累了，说要不先回船屋看看，万一孩子自己回来了。结果我们回来一看，小清华，儿子，小清华，儿子。就在这时候，我们发现江边上飘着一个人，那件衣服是我们俩前2天刚给他买的，他那天第一次上身。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发现孩子的位置吗？看这里。
我怀疑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事件。从肩膀上的伤痕形状和手中的竹刺来看，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很有可能是竹竿之类的物品。但是现场没有发现竹竿，江边也没有。小清华手掌的破口处已经没有明显的生活反应，这就说明竹刺刺入小清华手掌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接近死亡了。凶手用竹竿抵住了小清华，防止他逃出水面。同时，竹竿在小清华的肩膀凹陷处留下了圆形的痕迹。这个时候，小清华挣扎抓住了竹竿，竹刺刺入了他的手掌，给我们留下了有效的证据。我们现在要找到这根竹竿来证明我们的推断。就这儿。这个位置离船厂已经很远了，一个小孩出来上厕所，不可能独自走这么远。哎，小清华平时爱来江边玩吗？不玩，他身体不好，我们晚上都不让他出来。那平时来老船厂的人多吗？基本上没什么人来。林涛，我过去先。需要把尸体送回去，我们怀疑这不是意外，还要做进一步尸检。是他杀？你们在附近排查一下，看没有竹竿之类的物品，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作案工具。好，黄欢，彪哥到了吗？通知了，在路上了。我们需要人手。警官，这要把我儿子给运哪儿去？哎，吴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安然。安医生，安医生，我们家小清华没了，安医生。安医生，小清华活着的时候一直念叨您，说想您，让我们带他去看您。可是没想到，对了，小安大夫，这要把我儿子给运哪儿去？我们现在怀疑小清华的死不是意外，所以我们把尸体运回去做进一步尸检。这怎么能不是意外呢？不是意外是什么呀？我们家小清华这么乖，全院的医护人员都喜欢他，谁忍心下这个手啊？啊！凶手再狡猾，也会天网恢恢，这个您不用担心。小清华呀！如果小清华还在的话，他肯定也不希望看见你这么难过。小清华病得很重，但他特别懂事儿。他在医院里待了3年，医院里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每一天都笑嘻嘻的，乐观又阳光。我记得有一次，他刚做完手术，眼泪啊，疼得一直在眼睛里打转，但就是不喊疼。他妈妈心疼他，一直在哭。反倒是他反过来安慰他妈妈：“不要怕，妈妈，我不怕死。”他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陪爸爸妈妈久一点。”孩子太让人心疼了。湖南会使人成长和成熟，哪怕他是个小孩。吴清华，今年8岁，龙帆市第1人民医院脑外科脑癌患者。5岁的时候做过肿瘤切换手术，今年复发。前不久刚刚做了第1次的化疗，之后呢，在家休养，准备做第2次的治疗。今天早上7点，他的父母在江边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这个老船厂啊废弃了很多年了，江岸这一侧相对来说比较荒凉，唯一的有几个监控都在道路的另一侧，没什么线索。社会关系呢？近3年，小清华一直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接触到的人也就是一些医护人员和病友。
那这线索就很少啊。林涛，哎，你去趟医院，做一个补充走访。好。姐姐，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会呀。小清华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2点左右。我们准备开炉吧。小清华患脑瘤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可以排除脑瘤破裂死亡的可能性。你知道小清华的主治医生是谁吗？龙帆市医院脑外科主任江岸。怎么了？小清华的脑瘤会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吗？小清华的身体情况、预期寿命，他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侦查方向和线索。行，那我去一下脑外科吧。小清华真的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孩子，他那么顽强，和死神搏斗了那么多年，最终却死于人祸。找到那根竹竿了吗？还没有。扩大搜索范围，不要漏掉任何的疑点。收到。大夫，我们两人都需要采血吗？是需要。走吧，媳妇儿，咱先回家吧。啊，儿子还在里面。我儿子家里空荡荡的，我不敢回。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是儿子在看着我。福哥，卢嫂，你俩怎么还在这儿？这都熬一天了，你们肯定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哎，媳妇儿，咱回去吧。要相信案法医和警察同志，别给他们添麻烦了啊。早点休息啊，嫂子。麻烦您了。小清华很瘦，而且胳膊上有很多针孔。这些针孔呢，都很大，应该是滞留针所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口腔黏膜有溃疡的症状，我觉得应该是化疗的副作用。总而言之呢，小清华生前，他的身体情况非常差。一个身体虚弱、和绝症对抗了3年的孩子。你把他扔到水里，大概率都会死。为什么凶手要这么对他呢？我推测有2种可能：第一，凶手想要杀了他，但是又不忍心看他痛苦，所以是想加快他的死亡速度；第2种是凶手想要亲手把小清华摁死在水里。这种情况能够充分说明
凶手是怀着极强的恨意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个8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儿？只要凶手去过现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你看看，你看，我孩子前2天还好好的，这2天又不行了。你还说不是你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别激动啊，别激动，是这样的啊，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按照医嘱，千万不能给病人停药。你们怎么给病人把药停了？在外面还找了一个这偏方。这药太贵了，我们吃不起啊！你买药的他说跟你的药是一样的呀，是不是？你以为我们没在你这里买药，你赚不到钱你就不管了你？使用偏方的是我们不对。但是现在孩子情况那么危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把孩子推出到医院外，那就宣布死刑了呀！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孩子，行不行？二位先冷静啊，先冷静。现在孩子这种状况非常复杂，如果进到医院里乱用药的话，反而出现问题了就。相信医生的，让他回家好好静养，这是对他好。哎，医生，我错了，医生，我不给他停药了，医生，这再贵半天我们也给他吃，但是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别不管，救救孩子吧！江岸呢是医院脑外主任，学科的带头人，他手上有不少项目都是针对儿童脑瘤进行的研究。他其实是一个在专业领域上非常有地位的人。我以前实习的时候跟他接触过，只要不涉及学术，其实我觉得他脾气挺好，应该很好沟通。怎么办呀？好心疼江医生啊，这些天把他累成那样了。我看他是心烦，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孩子抚养权的事情给闹的，把自己折腾得心力交瘁的。就是，有一天深更半夜的，在楼道里碰到江医生，脸色憔悴，吓了我一跳。哎，是谁在那？我们医院下班了。我是江岸。啊，是江医生啊，您早点回去休息啊。江医生你好，我们是市刑警队的。警察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们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您的病人小清华的情况。哦，请坐，请坐啊。小清华他怎么样了？很遗憾，他去世了。啊？哦，是家属指向了医疗事故是吗？啊，跟医疗事故无关。那是什么？他杀？意外？江医生，我们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了解更多关于小清华病情的情况。啊，这个孩子吧，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侧脑式的脑膜瘤。这种病只要一确诊了，手术切除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且手术风险非常大，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手术的费用极高。小清华的家庭不好，全家人都在外面筹钱，我们院方呢也是在尽力的减免他们的费用，但是结果非常不尽人意，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在保守治疗之中。那在医院的时候，小清华或者他的父母有没有和医院里的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或者冲突？没有。怎么？你们怀疑小清华的死是跟医院里的人有关系？我们警察办案呢是讲证据，不是靠怀疑。啊，那倒对。啊，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楼道里面还有很多的病人在等着我呢。如果你们想再向我询问其他事情的话，请提前预约，我给你们留时间，好吧？请。啊，再见。啊，再见。这个江医生现在是不是有点古怪啊？我记得他以前对人很友善，对病人也负责任。他照顾了小清华这么多年，按理来说，小清华应该是他感情最深的病患。可当他听到小清华死了之后，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悲伤，
而是问是不是他杀。那是什么？他杀？意外？他把概率最小的他杀放在了前面。有问题，走回去。你们干什么的？找谁呀？警察江医生呢？哦，他刚才请假出去了。哎呀，他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请假。我这1个星期都替他顶3次班的。哎，来了，江医生。小清华的事情我听说了，来看看你们来。哦，江医生，您往里请。哎。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也不知道，来给江医生现在把凳子坐下。哎，好，我坐。警察来了，看了尸体，说怀疑是谋杀，然后就把孩子给拖走了。您说这怎么可能呢？图什么呀？我要真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都恨不得替我儿子去死。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们就没有发现一些异常吗？警察总会帮你们去回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吧？回忆了，他问我们有没有仇人。您说就我们俩都本本分分过日子的人，我们哪来的仇人呢？我们跟人平时连纠纷都没有。那图财害命嘛，这就更不可能了。您知道，这些年为了给小清华看病，我们家现在穷的是一无所有。那也就是说，你们也没什么线索是吗？没线索，哪有什么线索呀？哎，您这么一说，倒提醒我，1个多礼拜之前吧，小清华在医院跟我说，他总感觉后边有人偷偷跟着他，弄得他后背发凉。哎，您说这算不算线索呀？这个你跟警察说了吗？没有，就是您来，我这才刚想起来。我应该给林警官他们打个电话说一声。别，老吴，坐，老吴，你别着急啊。我要跟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子说的话，这不能信。那万一指错了这个探案的方向，那就出大事了，对不对啊？人死呢不能复生，这种调查线索的事情，咱们就交给警察去做。你们2口子就好好的在家待着，等警察的答案出来。我说的对不对啊？对，我给您倒杯水。是，江医生，您说的对，别再给警察同志们添麻烦了。没错。下午呢，我还有个手术，我就先回去了。你喝杯水再走呗。不了啊！这样，以后呢，我有时间就会来常看你们来啊。以后你们2口子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说。谢谢您，江医生。那我走了。江医生，您慢走啊！好，别送了。江医生对小清华的态度怎么样？江医生对每个病患都很关心啊，尤其是小清华这样的重症患者。求求你，我不想治病了。好，小清华，你是男子汉，一定要坚强啊！医生在这儿呢，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一定要坚强啊！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罪啊，看着怪可怜的。是啊，成年人也遭受不了这么大的罪，这一撑还3年。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让他受这苦的。我会选择让他舒舒服服的度完自己最后的日子，开开心心的离开这个世界。这么说的话，江医生其实并不推荐小清华父母继续治疗。但选择权最终还是在家长。所以他的父母还是选择了继续治疗。是的。那江医生对他父母这样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江医生之前问过我们，给病人治病究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更重要，
还是尊重病人的意愿更重要？如果治疗变成苟延残喘，变成一种对病人人格和尊严的折磨，那我们当医生的这一切努力还有意义吗？登记呢？我们扩大了搜寻范围，在江边的树林里找到了这些，不知道对案情有没有帮助。蝴蝶结发卡，还挺心动。师傅，外环路。啊，师傅，帮我把窗户开一下，我透透气。啊，谢谢啊。这个人呢，就是小清华的主治医生，叫江岸。我们今天对他进行了走访，可结束之后呢，他立刻就与医院请假消失了。监控没有拍下他的行程，他的手机也关机了，并且没有回到家中。这个江岸啊，在1周前开始频繁请假，行踪诡秘，没人知道他在忙什么。而且他还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私家车，把自己的存款全部都提现了。那要这么看的话，这人是有点问题。如果他要是嫌疑人的话，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他其实向他的实习医生透露过，他觉得孩子治病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难道以为他自己是侠盗罗宾逊吗？不想让小清华继续忍受病痛，所以自以为是的替病人做出了生命的选择。我跟你说，这人没准是个疯子，在背后搞什么害人的医学实验，把小清华当作实验品，结果出了岔子，把人杀了呗。行了，你这脑洞开的已经够大。林涛，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少看那些脱离现实题材的影视剧行不行？行了，请他回来配合调查。来这边。今天下午他是几点离开医院的？是步行还是开车呀？大概是下午2点钟左右，步行离开的。你刚才是在笑吗？还是我眼花了？你眼花了。我就说嘛，你哪会笑啊？肯定是我盯监控盯久眼花了。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刚完成汇总，要找到线索还需要点时间，不跟你们多说了啊。给你们带的蛋糕放这儿了。虽然秦明你这个臭小子今天开会又怼我了，但我觉得吧，你说的对，应该是我想多了。走了。 我已经把江岸身边的同事、朋友电话都打通，没有人能联系得上他。他妻子现在人在美国，也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累了吧？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你那边还有多久？我快了。 尸检报告不都做完了吗？你还在做什么呀？我把小清华的血液送到了省厅，看看除了治疗药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化学成分。如果幸运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消息了。你还真相信林涛的鬼话？虽然概率极低，听着也挺荒谬的，但万一愚者千虑，偶有一中呢？那你刚才怎么不告诉他？他要是知道。 你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呢认真求证了，他一定会超级高兴。我是在等这份报告，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吃他的蛋糕啊！太好吃了，果然贵的蛋糕就是不一样了。不是你这合适吗？深夜服毒啊？这有什么不好的？生活已经这么难了，要是再上位的话，那才不好吧？你也尝尝，这蛋糕真的很好吃。 安然，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去吧。资料做完了。已经发给李队了。怎么了？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后悔做法医吗？不后悔。就算看过这么多善恶，看过这么多残酷的真相，你也不后悔？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小清华的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无力。我可以尽可能的把尸体缝合的干净整洁，但是他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啊。我觉得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办法抹掉他们生前的痛苦。但如果不是因为你，陈美娟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她女儿这么记挂她。死者呢，虽然已经离去，但基督的感情不会消失。读诗断语，我们呢是让这些情感不会落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再说了，
让罪犯得到制裁，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为小清华讨回公道的。谢谢你。安然，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挺棒的。怎么突然会夸我啦？哎，你以后多夸夸我吧，你天天夸我。省厅那边回消息了，我们去跟李队汇报吧。啊。哎。什么时候来的？吓死我！来之前可不可以吱一声啊？从你打呼噜开始，我就已经到这儿了。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天快亮了，这边我来盯着。那怎么行啊？咱俩好不容易待在一块儿过夜的，这可是加深感情的绝好时机啊！我告诉你啊，这不叫过夜，这叫执行公务。注意你的用词。哎，是这个人吗？应该是。监控里的人的鼻骨曲线和奸案相匹配，应该就是他。看啊，他先是从医院的小路进入船厂，然后又从船厂的另一头离开，所以我们一开始调查医院的出入口就没找到他。但他为什么要去船厂啊？难道是为了去找小清华的父母打探消息？有这个可能。继续追踪这辆车的路线，辛苦了。好。找到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南城区鼓楼1巷的一家小旅馆，我现在就把位置发给你们。林涛，我们走。好。秦明呢？秦明和林涛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所以一块出去了。怎么了？我们也找到新的线索了。我们在江边找到了3组新鲜的脚印，一组是成人留下的，一组是2个小孩一起奔跑的。怎么能判定是一起奔跑，而不是分开呢？因为这脚印是平行的，相互没有踩踏的痕迹。江边的草丛很荒凉，看起来挺吓人的，一般小孩是不会去那里玩的。对的。我认为这组小孩的脚印肯定有死者的，但不只是死者。你看这个足迹啊，它的鞋底呢是一个小熊的图案，应该是双女鞋，而且尺码跟小清华的也不一样。我们通过足迹推测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信息。身高1.35米，体重26公斤，这个身高和体重年龄大概8到9岁。你们是觉得这个脚印跟小清华的案子有关系？是的。我们在这小女孩的脚印里发现了藻类残留物，和小清华身上的一样吗？没错，而且部分脚印显示，这个小女孩曾被拖拽过。也就是说，除了小清华以外，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小受害者。你们看这个脚印，很蹊跷，很像是一个成年人加上一个小孩的体重后留下的成人脚印印记。这条巷子里面窄，车开不进去，我们走进去吧。指挥中心的人说，他应该没有移动过，
所以可能还没有离开这条巷子。江岸，站住！哎。 喂，好，队里的电话吗？说什么？要我们立刻归队做汇报。算了，江医生的情况，医院会通知我们，先回去吧。两位辛苦了，怎么样啊？李队怎么说？让我先冷静一下。真的太打击人了，简直是重锤暴击。在追捕江岸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虽然我们没有法律责任，但队里觉得是我们前期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所以队里决定。 暂时让我们停职思过，会对我们的行动进行调查，再做结论。别说那么多了，走吧，请你们吃饭去，就当给你们送送行了。万一停职变成开除呢？不会吧？菜齐啦！怎么？ 今天我做的饭菜不可口啊？不是，老张，他们俩自己有心事儿，和你没关系。那个，你们慢用，有事叫我，我上去一趟。好嘞。没想到啊，我们一对黄金搭档，终于沦落成一对苦命鸳鸯。哎呀，比喻嘛，用不着那么紧张。我呢，是真的气懵了。难道专人还要提前广播通知吗？ 还要提醒车辆来往注意嘛？这谁知道这个江岸体力差，脑子又不好使，跑不过别人，直接往网上钻。这下倒好，人往医院躺，锅我俩自己背。大不了本少爷不干了，我爸巴不得让我回去继承他的家产。哎，我还真的应该回去当我的富二代，在这又受罪又受气的，谁不委屈啊？是吧，前面？根据江岸那天在现场的表现。 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提前判断出那样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先稳定嫌疑人的情绪，防止节外的事情发生。万一那天伤及了穿梭的车辆和无辜的市民，那后果更不堪设想。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错全在自己了。这当警察可太难了，搞得我真想辞职了。你们找江岸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帮小清华找到杀人凶手？如果江岸是凶手，你们是要帮小清华讨回公道。那如果他不是呢？除了要继续找凶手之外，你们还要帮江岸洗脱嫌疑。等他醒来之后，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人当医生。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大家好好收拾一下就行了，垂头丧气的干什么？说得好，我这就回警局，在这做功课。 哟，都到了，太好了！我真打算亲自去接呢。老赵，先把人带往办公室去。哎，跟我来吧。林涛，我知道你在盘算什么，但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再参与了，明白吗？忙去吧。
李队，江岸的事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不想逃避了，我必须要追查下去。如果他是凶手，我就要找出证据；如果他不是凶手，我就要还他个清白，然后继续追查下去。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刑警的自白。打扫卫生不许说话。黄焕啊，忽然觉得口渴呀，想喝咖啡。我来。齐明，还是我来吧，这平常都是我做的。啊，没事，我来吧。你就让他干吧，他要再不干这个活儿，他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谢谢。时间差不多了，我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哎，刑侦那边的活林涛都干了，你要抢他活啊？喂，耳朵不好。警察同志，是不是我们家小清华的案子有进展了？您快告诉我是谁害了他？是这样子，我们通过监控录像发现呢，小清华的主治医生江岸在离开医院之后到过船厂，就想问一下，他有去找过你们吗？江医生，对，江医生来找过我们，他来问了我们几个问题，然后就走了。不是这怎么了？江医生除了问关于小清华案件的问题，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江医生没什么反常的呀，他来其实主要就是慰问我们一下，对小清华的死，他也感到很痛心。哎，你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怀疑江医生？不可能是江医生，你们千万别抓错了，他是好人。请进。喝水吗？我过来收拾一下。今天打扫卫生挺积极啊。李队，江岸的手术结束了，但人还有危险，还在 ICU。我知道了，谢谢，先出去吧。不是，警察同志，这江医生怎么去 ICU 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江医生出了个车祸，目前正在抢救中。不是，江医生出车祸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哎，你们要不要好好回忆一下，是不是什么细节漏掉了？细节。行了，别扫了，什么都没有，扫什么呀？现在队里的刑侦方向是什么呀？还能是什么啊？目前江岸嫌疑最大，当然是调查他的作案动机了。我得出去一趟。叫什么？我也去。你不是要回去继承家产吗？那瞎抱怨两句，你还真当真了？工作还是好好做的。再说了，那少了我，你就少了左膀右臂，你能行吗？也是，少了你，谁当司机？哎，你就把我当司机呀你！你们俩是不是太不把领导的话当回事儿了？旁听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要私自调查吗？十一表姐，你说这话就奇怪了啊！让我们别逃避的是你，现在说风凉话的也是你，那我们怎么办？你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调查别人？
干嘛？我们要去江岸家找线索，可我们没有调查权限啊。不过你有。按照职权关系的话，你应该是我领导吧？你是想让我带着你们俩去？亲爱的安发一，美丽与聪慧并存的适宜表姐，你就带我俩去吧，给我们个将功补过、逆风翻盘的机会，求你了。那说好了，那可得按我的方式来，不准做规则以外的事儿。你懂完了吗？走吧。唔該，我哋要入去。呢度咧非登記用戶咧唔入得噶，麻煩就到丟個頭。我哋係警察。警官，麻煩你出示下警官證。等陣先啊。是表姐。警官你好，那前面这2位麻煩也出示一下。没带。没带。没带。那警官，他们2个是警察吗？快点啊！态度好点。求你了，是表姐，快点，快点吧。他们是。明白，没有带警察证的警察，完全理解。人经常很容易忘记带东西，我也是。明白，不用介意啊。我们趕時間。好的，現在就馬上放啊。唔該嚇。再見。哎，你们看，江医生书柜上的书籍还有医学资料都按照颜色、大小分类的整整齐齐，这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很偏执，甚至有些强迫症的人。什么强迫症？你看这外卖，堆得乱七八糟的，收也不收拾，这像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干的事儿。这就说明最近有什么意外的事件正在烦恼着江医生，才会让他做出这样反常的举动。哎，你们在水库山上发现的女童鞋印是多少码？32码。32。这么乱啊！看来走得挺仓促嘛。看这个发夹，和在树林里找到的一模一样。你的意思是江岸的女儿也掉到过河里？绝对有可能。哎，李队。啊？清明和林涛那边有新发现。怎么了？这个江岸吧，有一个女儿叫江梦蕾。就他前妻说，他有1周都没有跟他女儿视频了。而且我们发现这孩子1周都没有去上学了，也没有在任何亲属家，所以我们觉得他失踪了。给我站起来！没你事儿。我听说你在接受处分期间又跑去当英雄了，你是嫌处分太轻了是不是？邱盖爷。叫什么？李队。能不能别当面骂我，在手机上随便骂？李队，林涛和秦明这次可能要戴罪立功了。结果出来了，江梦蕾的鞋码和在水库留下鞋印的鞋码是一样的。我们对比了江梦蕾的体检报告，发现她的身高和体重
完全符合我们在水库后山找到的鞋印推算出来的数据。我们在江医生家找到江梦雷的鞋子，从鞋底的磨损程度来看，江梦雷走路成败把死，这与现场的足迹完全吻合。小新华死的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孩子很有可能就是江梦雷。所以江梦雷留下了鞋印，还在江边丢了发卡。不过他女儿失踪和小清华遇害有什么关系呢？他不会丧心病狂到连自己女儿都杀的吧？江梦磊失踪后，江岸取出了他所有存款，还卖掉了自己的车，把这些现金呢随身携带。而且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带着一部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手机。通过这些，你们能想到什么？绑架、赎金。有这个可能，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查下去的。我就说嘛，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这自己孩子被绑架了，还不赶紧报警，整那么多事儿出来。许多受害者家属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行动。是。那就可以。哎，这个日期怎么是昨天下午的？那为什么让我们停止啊？十一表姐，原来你早知道了，你们故意整我呢？警局怎么会拖拉这种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就开会做出了分析，给出了判断。你呀，就得给你点教训，要不然你得上天。这就叫挫折教育，明白吗？我才没受挫。哎呀，真的不知道是谁，哭着闹着说要回去继承家产。他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哦，那这个你不需要了，给我。哎，家产是家产，我说。吸取教训，干活。是，就表演。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虽然没有违纪，但是办事不力也是有的吧？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你今天说的是对的，江岸现在在医院的 ICU。如果江梦磊真的被绑架了，能救他的只有我们。是谁在那？是谁在那边啊？我是江岸。啊，是江医生啊，您早点回去休息啊。喂，我女儿呢？我2天都没听到她声音了，让她跟我说话。哎，乖女儿，乖女儿，哎，爸爸在呢啊，爸爸在这儿呢，不害怕啊啊，爸爸很快就去接你啊啊，乖女儿，不，喂。江岸的女儿失踪了，所以他这一周会这么的反常和暴躁。他要救女儿，还要凑赎金，还要瞒着在国外的妻子。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女儿让人绑架了，他不报警，他跑什么？江岸和妻子离婚了，目前正在就孩子的抚养权展开拉锯战。孩子暂时由江岸监护着，可他妻子却一心想把自己女儿带到美国。可这事儿江岸就不肯了呀，所以江岸就把孩子藏着，不让他妻子见。他妻子还因此报过警。如果让他妻子知道孩子在江岸的监护下被人绑架了，他妻子一定会以此为由夺回监护权。
所以江岸才不愿意把孩子失踪的事情告诉警方，以免惊动他妻子。要我说，这些高知分子书都读哪儿去了？做点啥事儿都左思右想。我认为他是觉得这件事情他可以自己解决，同时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哦，对了，季叔哥的同事把手机修好了，里面的讯息也恢复了，确实是绑匪勒索了江医生，赎金是50万。能追踪到绑匪的信息吗？挺奇怪的。怎么了？注册这2个手机号的人最近都去世了，而且这2个人都是江医生所在的3病区的病人，分别在这个月15号、19号病逝。因为刚死不久，所以手机号一直没来得及注销。他的家人怎么说？打电话问过了，最近都在忙着办丧事，没人在意手机丢失这种情况。能联系到绑匪吗？关机了。哎，对了，通讯公司信息表示，从昨天晚上开始，绑匪的手机号就没有再进行过任何操作。难不成发现江医生被抓了？我们查到的关于江医生的个人信息都是严格封锁的，绑匪怎么知道的？难道绑匪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情报系统？要真有那么厉害，干嘛不抓你这个富二代？大费周章就要50万的赎金。也对哦，我这么值钱。李队，我和林涛去交易地点看看吧。好。这里就是绑匪约江岸交易的地点，他们只说了交易的地点，却没有说交易的时间。绑匪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进行交易啊？人多好伪装呗。但这里的监控摄像头特别多，警力也丰富，万一江岸要是报警的话，他怎么全身而退？说的也是哦。但不是说绑匪还有进一步指示吗？也许这里不是最终的交易地点，绑匪是想约江岸在火车上进行交易。你忘了，现在买火车票都需要实名制。如果真的想在火车上进行交易的话，那一定会验票、验身份证。那绑匪不是自投罗网？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看啊，我们还是先拷贝一份车站的监控视频吧。好。精神点，李队看着你。哎呀，这绑匪啊一直关机，无法定位，他们难道不要钱了吗？可能是绑匪比我们更有耐心，心思也更缜密一些。根据江岸修复好的手机，我们可以得知，绑匪给了他1周的时间，期间联系的很少。绑匪的目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小清华出门遇到了绑匪跟小雷，然后小清华被灭口了？这钱都没拿到，灭什么口呀？我们在案发的江边发现了3组脚印，一个是小磊的，一个是小清华的。对。那然后呢？然后就是吴劲峰的呀，他不是去那里找他儿子吗？有什么问题吗？那绑匪的脚印呢？绑匪可是和小磊一直在一起的。这个绑匪的确挺狡猾的，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第4个人的脚印。有的时候啊，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是被我们的主观意识给蒙住了双眼。你的意思是，绑架了小磊的人是吴劲峰，杀害了小清华的人也是吴劲峰？他可是小清华亲生父亲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这小清华的父母是受害者的亲人啊，所以我们才会忽略小清华父母作案的可能。如果真是他们2个做的，
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小清华的妈妈就是在医院里兼职当护工的，最容易接近病患的人，而且那2个丢失的手机都是医院里死去的病人的。林腾，打电话查一下。好，我知道了，谢谢。2个丢失手机的病人生前确实使用过同一个护工。小清华的妈妈，对，就是傅玉。这吴敬峰夫妇绑架了小磊，索要50万赎金，为了给他儿子治病。那他儿子怎么会死呢？这中间啊，肯定发生了什么意外。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嫌疑人能够跟我们解释了。咱们去找一下吴敬峰夫妇。我也去，我跟他们聊聊。有我在的话，吴敬峰夫妇情绪可能会稳定一些。好，行动。小磊，你不舒服吗？孩子怎么样了？你这拿你拿着干嘛去？发烧了得吃药。吃怎么什么药得吃药？听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不能心软了，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一不做二不休。你是还想对孩子下手吗？我不对他下手，我怎么办？啊！我必须得把他给做了。不行！你让我帮你保小磊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拿到钱咱给孩子治病的。你怎么能杀人呢？我们不能杀人。我的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孩子的死是意外。意外。我儿子已经没了。安然，一会儿到了以后，你就先敲门，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放心吧。干什么？就当是我求求你，现在放了还来得及。来不及了，还认识他俩，你现在把他放，咱俩一个也跑不了。干什么呀？我亲儿子，他活的时候就想把他放了，把我往大牢里送。你现在跟他一样，也想把他放了，把我往大牢里头送。我为什么呀？啊，我为我自己吗？我不为你们，我为这个家吗？你们要干嘛呀？啊，你让我吃一辈子牢饭是吗？啊！安然，对不起。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对不起。人呢？在楼上。楼上。
队、2队跟我走，3队那边行动。在这儿！都别过来！都别过来！往后退！吴金峰，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马上放了小磊！我告诉你们，电闸我已经合上了，这下面全是电网，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给他同归于尽！往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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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退！你已经无路可退了，马上投降。我儿子已经没了，这些年为了给我儿子治病，我欠了一屁股的债，我这个家早就家破人亡了，就是因为这个小东西，要不是因为救他，我也不会谋杀了我儿子。吴金峰，我告诉你，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你现在要冷静。往后退！你再过来，我就掐死他！吴哥，吴哥，你冷静点，千万别冲动，我求你了。退！全体警员，往后退！退！往后退！退！往后退！往后退！你们谁也别过来！关键点！前面！十一表姐。妈妈，我撤退过。你是被人害死的。你是谁？给我出来！你别以为你躲着我就抓不到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的！你给我出来！
秦明，秦明，秦明，秦明。你终于醒了。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这个杀人凶手！你不能伤害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杀人？秦明，秦明！法律会制裁他。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去哪儿啊？秦明，别管了，他交给我。秦明，去哪儿啊？秦明。你让我一个人走走吧。说吧，你们是怎么策划绑架小磊的？你们说怎么绑的就怎么绑的呗。这台手机是我们在江岸身上发现的，经过查证，手机的主人是医院里面刚刚过世的老年患者，因为东西不值钱，所以没有被引起注意。这说来也巧了吧，傅玉就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做护理。有人有一天发现他慌慌张张地从病房里揣着东西走出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但你总得为你老婆的良心考虑一下吧。说吧，你们俩谁是主导？我是主谋，这事情都是我策划的。我看见小磊放学一个人在医院里头玩，我就让我媳妇偷了医院的乙醚，把他迷倒，然后给掳走了。那为什么要绑架江医生的孩子？他可是小清华的主治医师。正因为他是小清华的主治医师，所以才绑他的孩子。我们的这个诊室呢，每年都有一定的额度去贴补重症患者，也就是说呢，让患者的费用减免一部分。这事你知道吗？哦，您就是说小清华的医药费可以减免？哎，那是多少呢？我向院里争取了很久，院里最终决定减免的费用是2万。哦，2万呢？爸爸。哎，女儿。你说好陪我去买小礼服的，你怎么还不下班呀？我想买一条跟这个发卡搭配的小礼服，去参加钢琴比赛。啊，好，来坐。哎。爸爸一会儿就陪你去啊。他本来可以帮我们家小清华拿到最多的救助金的，他可以帮我们家帮得再彻底一点啊！2万块，2万块够干什么的？他家庭这么幸福，事业这么好，他又这么有钱，他就不能再多点同情心吗？救救我们家小清华呀！啊！真是悲悯恩担密仇。江医生有几十号病人，如果每个病他都倾家荡产的救，他救得过来吗？你们绑架了他的孩子，他一边要找自己的孩子，一边还要每天熬夜给小清华研究治疗方案，这些你都知道吗？
那小清华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小雷绑回来之后，就放到破旧的船厂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让小清华给发现了。我爸爸妈妈都知道了，一会儿你跟着我跑，不要出声。小青花，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爸爸妈妈是为了救我才绑架你换钱的。你能不能不要把这里的事告诉别人？不要让我爸爸妈妈抓去坐牢。你答应我，我就放你走。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因为小清华发现你们绑架了小雷，还想放走，所以你们担心事情外露，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杀了，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杀小清华，他是我的亲儿子，我怎么会杀我自己的儿子呢？这都是个意外，真的，这完全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他们俩在前面跑，我就在后边追。谁也没想到两个人都掉到水里了，我就拿杆子去捞啊！小清华，坚持住啊！抓这杆，抓这杆！当我发现我捞上来的是小磊的时候，我当时我就非常的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我都往脑袋上涌。小清华，你还帮着外人！我说错了，给你点教训，我让你长长记性。我想救我儿子的时候，傻了，被人彻底沉下去了。儿子，你别吓唬我！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一步错，步步错。那小清华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联系江医生？为什么还要他把钱送到车站？你们来检查尸体的时候，你们说怀疑是谋杀，我怕你们沿着这条线查下去会查到我们，我就把江医生骗到了火车站。我觉得这样你们就会认为他有问题，你们很有可能就会把小清华的死和小磊的绑架案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们一旦把两者联系起来，就会认为小清华是被绑架小磊的绑匪杀的，我们是小清华的亲生父母，我们不会绑架自己的孩子。这样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洗脱嫌疑。接下来，只要我们不跟他进行交易，那么绑匪就不会出现，这个案子就没法往下查下去了，不了了之，这样我们才是最安全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傅玉知道小清华的死的真相吗？怎么敢告诉他呢？孩子是我亲手害死的。我现在特别的后悔。吴敬峰都交代了，小清华的伤是他造成的，连自己儿子，你对你儿子的死完全不知情。他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想教训一下儿子，没想到就再也没上来。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后悔。是我鬼迷心窍，儿子的家子。
吴清华，是妈妈对不起你了，是爸爸妈妈害死你的。老头。李队，我们在吴劲峰的船长上找到了一根带血的竹竿，平常是用来搅动水面，也在电鱼的时候驱动鱼群用的。在这根竹竿上，我们发现了小清华的血迹，还有吴劲峰完整清晰的指纹，证据确凿。吴劲峰和傅玉已经交代了，唉，就应该早点想到的。你也别自责了，谁能想到是亲生父母干的呀？害死了自己的孩子，还差点害死别人的孩子。幸好小磊没事儿，就是情绪有点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他妈妈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你说这江医生为了女儿连命都不要，就是太偏激了。爸爸，嗯。